这绝对是你没见过的木筏生存挑战。2个人将在木板上挑战生存100小时，只能靠捡垃圾为生。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在木板上躺平，实则需要在海上建造一栋别墅，不仅能在海上钓鱼，还有海风相伴。2人站在3米见方的木板上，黄毛抛下钩子，顺利拿到第一个补给，里面竟是海上别墅设计图，还有一大包的食物和2桶纯净水，以及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明天开始将不再供应食物和水，看样子里面的食物要省着点吃了。接着黄毛又在里面翻找出诱饵和鱼线，接下来的几天也只能靠钓鱼为生了。随着太阳的落山，海上的气温也明显降低很多，2人只好穿上了厚厚的衣服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2人的枕头竟然全都湿透了，只好将它们晾晒在一旁。没想到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，远处突然乌云密布，2个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困境呢？很快就到了用餐时间，然而2人的食物都是简易食品，味道一般的同时，还要做到省吃俭用，生怕吃多了后面几天就要饿肚子。转眼时间便来到了晚上，2人直接钻入睡袋里，听着海风沉浸在了睡梦中。第二天又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，他们在简单的吃过早餐后，很快便发现了新的补给。胡子哥将他勾过来后，发现了一些工具以及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接下来的8个小时都会得到新的木板。他们赶忙行动起来，将2块木板连接在一起，一下子空间就大了很多。胡子哥甚至在上面做起了俯卧撑。黄毛很快就勾到了第3块木板，在电钻的加持下，很快就拼接在一起。这时2人又得到了新装备，2把钓鱼竿和2张折叠床，他们也是分工明确，黄毛负责组装木板，胡子哥负责钓鱼。经过2人的共同努力，很快就从1块木板升级到了现在的9块木板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睡觉掉进海里了。很快时间再次来到晚上，2人终于可以在床上安稳地睡上一觉了。一睁眼，时间便来到了第3天，2人也决定钓鱼来补充自己的能量。然而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也是一无所获。这时胡子哥想到一个办法，拆卸掉1块木板并用绳索勾住，自己则远离黄毛的位置，或许这样相对会容易些。然而又几个小时过去了，2人连根草都没钓到。正当2人无聊时，突然从远处再次发现了补给，勾过来一看，竟是造别墅用的木条。2人也不再钓鱼了，开始快速搭建起来。这次的构造属实有点难度，先是要将别墅的整体框架固定好，2人的动手能力也真是强，如果不拍视频也能够成为很好的建筑工程师。再封装好屋顶，从早上一直忙到天黑，他们的海上别墅也终于初具规模，这下再也不用听着海风睡觉了。或许是这一天太过劳累，2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次日一早，他们在吃掉仅剩的一点食物后，便再次尝试起钓鱼，结局也可想而知，2人再次一无所获。难不成这偌大的海里真的连一条鱼都没有吗？随后再次发现新的补给物资，里面不仅包含着几大块的太阳能板，还有超大的移动电源，甚至连装饰物品都应有尽有。这也离梦想中的别墅越发的接近了，2人一刻都不敢停歇的赶忙行动起来，很快就将主体轮廓搭建完毕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上天却和他们开了个小小的玩笑，强力的海风竟将物资吹得越跑越远，而绳索更是被拦腰折断。幸好有工作人员的帮助，成功将物资勾了回来。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，他们也将这座海上别墅搭建的有模有样。最终经过2人的共同努力，只用时86小时便将海上别墅建造完毕。这里也成为2人日后休闲娱乐的宝藏之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说这座别墅能在海上漂浮多久呢？